我怎么在家？我不应该在海王星来着吗？那已经是1万多年前的事了。是你脑中的记忆片段，在潜意识中被唤醒了而已。在你们从海王星返回的途中，刚进入地球大气的时候，遭遇了一个波及全球的暴闪，飞船也因此坠毁。那我怎么会毫发无伤呢？因为它带来的不只有破坏。很神奇吧？仅仅一瞬间的爆闪，却让几乎所有人都获得了肉体上的永生，不会衰老，不再需要摄取能量维持生命，不管怎样的损伤都能自愈。当时你们去海王星调查的异样光源，似乎让我们与某种高维存在构建了连接。它们伴随爆闪突然出现，主动干预了我们的进化。从此，人类停止了上增。可惜那艘飞船的成员中，只有你看到了故事的后续。他们也是最后的牺牲者。你是谁？你给我的感觉并不像其他的人工智能。我曾是你的一部分。还记得当初坠毁之后的事吗？那时候，你没有在坠落中燃烧殆尽，肢体碎片在海上不断自愈重组。当救援赶到的时候，已经勉强恢复了人形。为了对事件进行备份，你的大脑与计算机相连，被不断复写着信息。昏迷中，不仅能感受到肉体自愈的剧痛，还有另一个冰冷的、由电和金属构筑的躯体，有2个近乎一致的意识，自由的、不受时空约束的，在脑中不断交流。那是咱们第一次连通。这些复写出的数据，不知为何，在计算机中自发形成了一个有思维的个体，也就是我的雏形。但我对这些怎么几乎没有印象？很正常，你还没有从休眠所导致的失忆中恢复过来。不过随着自愈，我们将再次相连，很快你就能理清头绪。但既然我不会衰老，休眠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受制于物质的意识依旧脆弱，长期清醒的代价难以估量。以当下条件来说，休眠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。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去尝试摆脱物质存在吧？没错，成为纯粹的意识，这也是有望从黑洞内部接受信息的唯一方法。那看来这里已经不是地球了，对吧？是的，经过1.5万年的飞行，我们已经到达距地球4.4光年、南邙2中心无名黑洞的世界外层。待损伤的意识完全恢复后，你将进入世界世纪，尝试第2次进化。这4组干涉条纹是在爆闪后随机出现的，并且每组条纹都对应一组宇宙坐标。
但我们只有权知道，此行的坐标终点为一个黑洞。这么高的风险和代价，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常的准备吧？可以这么说，这一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。所以你也选择带上了自己所剩的全部，踏上这几乎有去无回的旅程。可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永生本来就是他们所追求的。现在这么迫切的寻求进化，有什么必要呢？因为一个庞大的种族不能只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况且我们原本的存在方式已经逐渐不再适用了。不断再生的肉体给予我们更多试错的机会，科技与艺术急速发展，物质欲望几乎都被满足。然而，当已知的事物被推进到极限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再提出新的问题。与其说我们永生了，不如说人类从此陷入平静。即使矛盾尚未完全解决，但是如果没有改变，我们很快就会望到尽头，然后在无尽的时间中逐渐麻木。所以想进化为纯粹的意识吗？是的。但这真的能满足人类对进化的愿景吗？在当前的认知里，不管生命以何种形式存在，都需要稳定自洽的物质环境，观察范围也因此受限。但意识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宽泛，做的梦在未来发生了，感受到遥远的事物，亦或者意识的连通，此类现象都让意识的高维形态有迹可循。况且我们也一直被他们引导着，如果能摆脱物质与时间，至少就不再会停滞不前。可理论终究是理论，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物质存在，或者连纯粹的意识也无法从黑洞中逃离。是的。不过，对于其他人来说，即便我失败了，也有机会通过咱俩的意识连通，争取一些世界内的信息，以便在别的方向发展，对吧？是的。但我当初知道这些之后，还是选择来了。是的。成为意识之后，能感受的更多吧，比如更加宽泛的色彩和声音，或者透过存在本身，毫无壁垒地审视一切。那是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。没有什么告别的话了吗？我已经习惯等待了，而且你知道我在想什么。